估计那个刚挤过了，你看。对，放个试试。大家好，那个没有签名的，请来前面签一下名好不好？还有我们那个有活动的微信群，你们想快速的了解后面的活动信息的话，可以加一下。微信群去前面那个签名那里那个小助手那里，还有那个二维码。我们原来那个微信群没加了，扫不了。
对。想坐这吗？那个这儿。小台上。你这位置不行。你往后一靠就好。这个菜单很齐，早上不起。对。个人第一群，你这个想法很明显。就是我看到这个。啊，开始。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深圳市天文学会的石连达。然后今天这个活动呢，主要是深圳市天文台天文学会跟福建图书馆主办的，进行在市区的话会办一共8场的讲座和相关的天文科普活动。所以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前面那个签名处那个小助手那里去加微群，了解活动信息会快一点。然后今天的活动呢，有佳能进行协办，他会提供一些设备体验，还有一会儿的话，佳能会进行一个设备的简单的介绍，大概10分钟左右吧。因为我们的一会儿下午的流程呢，就是先是佳能这边进行一个设备介绍，然后的话就是由这个裴一飞老师讲如何用相机和手机进行星轨的一个拍摄。之后呢会留一段时间给大家提问进行交流。然后今天佳能也赞助了一些小礼品啊，并将这些积极提问交流的那个朋友，我们会给发一个小礼物。好，下面的话请那个佳能来介绍吧。发一个小礼物。好，大家下午好。不好意思，我先说一下，我们这个冰箱贴是限量版的，在那个大家平时可能很少见的一个冰箱贴，所以大家稍后可以积极跟老师互动。我来给。好，那我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佳能华南影像信息商务部的庆明。然后呢，可能有一些朋友呢，我经常在深圳做活动，然后以后如果大家喜欢佳能活动，欢迎大家可以多多来参加。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佳能吧，因为佳能其实这个是个点。佳能大家知道佳能有多少年历史了吗？刚好在抬过去了，有人知道吗？不知道，那我就来说一下，其实佳能已经快要超过100年的历史了。然后呢，佳能其实是这么多厂家里面唯一一个从图像处理器、光学机身，然后镜头全部都独一家研发的一个厂商。那这个呢，其实。然后其实佳能除了大家熟悉的那个相机之外呢，其实我们还有很多一些高科技的技术正在应用之中。那像大家可能越来接触越多的 AR、MR 技术，我们也应用在影像类。那还有我们也发射了属于佳能自己的一个卫星，那是通过去影像去记录宇宙的一些画面，传输到地球上去给研发人员去做研究的。那另外还有压印光刻技术，还有一些天文望远镜。那今天大家来到现场，就是因为对天文感兴趣吧？
那其实另外佳能呢，其实以前可能大家知道佳能现在最新的产品，就除了单板之外，其实我们现在开发很多制作很多微单。那今天现场我们也带来了一些微单产品给大家去做体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从入门到专业都会有不一样的设备给到不同的消费者还有爱好者。那这一个大家看到 PowerShot 系列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小的卡片机。那大家看到我们 B1是我们去年最新的一个机子，那它从广角到一个那个变焦都是可以用的变焦机。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的微单系列，这下面是我们的一个比较入门的一个系列。那像大家看到的，可能拍天文类、星空类的话，可能就需要我们更专业的产品。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从摄影爱好者到专业用户。那其实R 系列像摄影发烧友这一块的R3、R63，其实是很适合我们的天文拍摄的。那它感光呢是它的那个感光度各方面都还是挺好的。那现场今天也有，大家可以试一试的。那这个呢是我们专门为不同的摄影爱好者对量身定做很多不一样的使用场景。那像去年大家知道西冲暗夜社区，大家都有听过，对不对？其实去年我们佳能正式在我们的那个西冲暗夜社区那边挂牌了。我们有一个那个佳能星空影像创作基地，那我们不定时的也会在那边做一些户外实战的一些拍摄活动。那像去年的话，我们有针对萤火虫拍摄，然后像一些海边拍摄，还有一些星空拍摄。那现场也会做一些直播。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那也可以加入达老师说的那个微信群。那后面我们的活动，接下来我们6月份也即将开启我们今年的一个西冲的摄影之旅。那如果大家现场会有专业的老师做指导，那也有样机可以去做拍摄体验。那大家欢迎大家可以多多参加。那这个呢也是我们去年在西冲做的一个摄影展。那为了让大家可以看到最美的西冲，那我们联合了在西冲的一个大家的标志性的那个月球，然后还有一些沙滩上我们都做了，还有暗夜馆，我们都做了一个联展。那今年的话，我们也会继续在西冲开展更多活动，那欢迎大家可以多多参加。那我今天的分享到这里，谢谢。好，接下来我们先开张合影照，然后就由给老师讲一个新轨的拍摄。我帮你拿了，对。这边。这么拿。好，那边是可以的。这边吧。可以吗？大家可以往中间坐一坐，对，我们来一张合照。来，大家摆出自己我们点个赞，比个耶呗，因为今天很难得一起，好吧？可以吗？来，举个手。来。1、2、3、好，那边是不会挡的吗？我再拍一张啊，交作业。哪一个？有好几个。哪一个？对，我们。那个不用是吧？啊？那么还有一个。他那个可以拿吗？等一下，还有这样。来，我们点个赞，不要那么冷静，我感觉好安静。大家可以点个赞，比个耶。不知道。看不见相片。看不见。这边。
对吗？谢谢。接下来有请林一梅老师来讲一下新轨开车的内容。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裴嘴，然后网文化是夏雨，然后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下午能来这边参与分享。然后今天的这个主题是新轨有迹可循，新轨作品详细全能分享。然后这次分享主要就是围绕着一个问题展开，如果我们想从零去拍出一个好看的新轨作品，我们到底需要理解什么？准备什么？然后我们的后期要怎么去处理？今天的分享会偏实操一点，就是尽量把自己的实拍的流程来告诉你，希望就是大家能回去之后去尝试。今天我的内容主要分为6部分，首先会跟大家说明一下什么是新轨，然后新轨的成因一类的，然后后面会分享一下前期上规划，包括机位啊、器材啊，还有拍摄仓库的设定。接下来是后期会说明一下这个规站，然后包括新轨这个丝滑，就是一般大家对出来可能会断断续续，然后这个丝滑这边可以单独说一下，然后其次就是风口化。最后会讲2个进阶的方向，一个是彩色新轨，一个是全景新轨。然后会简单讲解一下手机新轨拍摄，就是整个结构其实就是我们先理解前后期，然后我们再去把前后期这些技巧的思路套用在后面3个题材上。好，那我们先从这个最基础的问题开始，什么是新轨？新轨这个东西顾名思义，其实就是说星星运动留下来的一个轨迹。这里的运动并不是说星星在短时间它就会有一个飞快的移动，而是因为地球在进行缓慢的自转，所以在我们的视角里，这个星空看起来是在缓慢旋转的。平时我们肉眼看不出来，主要是因为这个变化非常的缓慢。想想就是地球自转1天24小时，365除以24，相当于1个小时只转15，然后1分钟可能就是1/4度。总之这个变化非常的缓慢，但是如果我们用相机的长曝光的话，或者说我们连续拍摄一段时间，然后把这个图像合成起来，我们就可以记录下来这个新轨的运动过程。所以从本质上来说，新轨是一种把时间去拍摄进画面的一个摄影方式。白天我们的摄影可能更多是在捕捉某一个瞬间。但是新轨它不是，新轨它拍的就是一整段时间的流逝，可能是几十分钟，也可能是1-2个小时。也正因为这样，在视觉上新轨会有很特别的张力，就是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夜空，它还是这种时间流逝下来的痕迹。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新轨它比较适合我们入门这个星空摄影。因为它不像深空啊，或者说星野，它需要复杂的装备，比如说什么赤道仪、导星之类的，它不需要特别复杂的后期流程。拍新轨的核心条件其实就3个，我们需要稳定的机位，我们需要有数的参数，其次就是我们拍摄，我们需要硬性的拍摄。那就是说方法对的话，这个其实拍出来是很简单的。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新轨的形态。最常见也是最典型的一种就是上面这张图片，同心圆这种形状的新轨。当我们把相机对着
北天极，或者说对北方拍摄的时候，星轨会围绕我们的北极星形成一个圆形轨迹，这个效果就非常的直观，也很有这种宇宙在旋转的感觉。所以很多人一提到星轨，可能首先想到的是这种同心圆样式的星轨。然后另一种常见的形态是以为弧线，或者是说我们在一些就是比较小的视角里看起来像直线的星轨。当我们拍摄方向是远离天极，就比如说对着东边或者西边拍摄，这个星星在画面中的运动路线，它就不会是同心圆一圈一圈的，而是这种有方向感的弧线。它会给人一种就是线条从上方或者侧面流过来的感觉。这张是一张全景星轨作品，就它其实非常来说明我们刚才的这个星轨形态。你像画面中间这部分，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它是这个一圈一圈一圈的同心圆，因为画面中间对着的就是我们的正对方。然后，如果是比如说这个画面的左1/4或者说右1/4的部分，这部分对着的就是西边它这个拍出来的这个星轨，它就是弧线或者说直线形态。所以说，这个星轨的形态，我们如果用一般的相机来拍摄的话，它的形态不是固定的，它和我们去朝着哪个方向拍，然后以及我们这个取景范围有多大，它是有一个直接的关系的。这个理解就会影响到我们后面去选择机位啊，然后包括我们到底想要去拍什么形态的星轨，就是很重要。就是我们不能只考虑天气啊，然后其他的一些因素，我们还要考虑就是我们对哪方向拍，然后它的形态会是什么样的。好，下面进入我们的这个前期准备的环节了。前期首先从器材开始讲，这个最基础的器材就是我们一定是需要有一个相架，因为星轨我们需要长时间把相机架在那里，然后之后去拍摄嘛，所以它就需要你这个相机保持非常稳定的状态，哪怕中间可能我拍了一张抖，但是它这个东西最后合成的时候追起来会很麻烦，就是星轨会断线，或者说星轨会有扭曲的痕迹。所以说这个相架就是我们的核心设备。然后如果我们要用手机去拍摄星轨的话，我们可能需要一个手机架，就是把它用于连接我们的手机和相架，对手机起到一个应用作用。第二个比较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需要有控电线，或者是说我们需要相机是具有间隔拍摄的能力。因为现在比较常用的星轨的拍摄流程，或者说比较稳妥的拍法，我们都是同机位连续去拍摄很多张照片，然后我们把这些照片最后再以某种方式去进行一个合成。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办法让相机来自动稳定的去连续的拍摄，而不是说我在那儿杵在相机旁边，每隔30秒一边看别人，可能这样无限。然后第三就是我们的镜头。镜头的话，我这里是建议我们优先选择广角镜头，有14毫米之类的。好处就是广角镜头视野更大，然后它能捕捉到的画面宽度是更广的。我们是把我们的天空和前景一块收进去，也更适合表现这个星轨线条的这种流动的张力。最后就是，如果我们要选连trang的话，可能需要配合相应的平台，这样拼接的稳定性和一致性，会有保证。所以总结一下，我们其实需要的点就是，我们需要能让相机稳定的架在那里，然后其次就是我们需要相机能够稳定的去连续拍摄，就是它能自动去拍摄、自动去工作。最后就是我们可能需要一个视野比较重要的镜头。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机位规划。其实拍星轨的时候，这个决定让作品能不能成立，准备工作很重要，所以我们选的地方、方向、天气、光染情况，是我们前期就需要去仔细考虑，否则就是可能去到我们的拍摄地，发现这个地方拍出来并没有想象中的
就受城市或者说其他的灯光有一个影响的话，星星数量它会明显的减少，就相当于是天空中本来纯净的夜空中它是有各种各样有亮有暗的星星的，但是由于这个光染的存在，或者说由于这个城市人造光源的存在，它会把我们夜空中的这些比较暗的星星给淹没掉。所以这样星轨我们最后合成出来之后，它的层次，就是说亮暗之间的层次，然后以及颜色都会受到光染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开始前建议大家是先看一看光染地图。大家可以通过微信上搜索天文通小程序，或者是通过去访问最右边那个 f.cn 这个网站，然后我们来去查看我们拍摄可以大致一个光染的条件。我还提一嘴，就是在不同的光染的影响下，我们的曝光参数可能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我在一个比如说我在一个荒人烟或者说远离城市的地方，我拍摄的时候可能感度需要拉长，但是如果我在城市里套用这个光雕眼影参数的话，那这个实际画面可能就会过曝，所以这个光染也会在会影响到我们的参数数。第二点是我们如何远程的去具体的去规划一个我们的画面到底是最后在作品中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首先是这个方向选取，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如果对着北边就是平行圆，如果对着东边或者西边拍出来就是弧线。我们至于这个机位周边的这个山体啊，或者说有没有一些高楼大厦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借助巧摄这个软件，然后它右上角点开之后会有摄影功能，然后里面有星力，然后展开之后就像这个右边这个截屏一样，它可以显示当地的这个地形状况，然后同时也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星轨显示在画面中，然后我们就可以粗略的得到一个画面的最后画面的一个状态，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右图的上方部分，我们可以去选择焦距啊一类的。总之，我们是通过这个软件来远程的去模拟一个我们机位的这个情况。然后第三点就是天气，这个天气就很现实一项，因为如果起云了，或者说起雾了，或者说扬尘了，那你怎么着都是拍到天空中星星的。所以。建议大家在出发前不只要参考这个手机上的天气预报，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我在这个画面下方给出了几个数据参考，Windy啊、Weather、天文通啊，这些工具我们可以用它来查看这个云层厚。这个就是我在 Windy 中去截了一个屏，像这种黄色的部分就是它预测没有云的地方，然后像这种比如说有白的啊，或者说灰的。就是有云的地方，然后还有像这种蓝点的、绿点的，就是它预测会有降雨的地方。我们可以在下方来拖出来这个时间的进度条，然后之后来去查找后面几天的这个天气状况。这张右侧的两张手机截屏是我刚才说的微信小程序上搜索天文通，它所这个工具所呈现出来的一种状态。我们可以在右图中看到，它里面会给出来，比如说云量啊、透明度啊、路点之类的。总之，这些软件提供信息，大家可以就是都去参考一下，然后进行一个交叉判断。最后一点就是月相，月相就是说月亮在这个云推中的这个不同形态。月亮的话，它对星轨可能是帮助，它也有可能是就是干扰我们成像的一个因素。月光强的时候，天光背景会更亮，就是因为月光它本身也是一种光染源，它会压暗这个我们暗星点，就是让我们暗星点更突出。但是我们要知道，月光它是这个可以说是暗夜中唯一一个比较大范围的光源。如果你想要一个比如说有明暗的地景的话，那我们可能还是需要考虑在有月光的环境下去
去完成对地景的一个拍摄。那当然，如果你说你只是想要干净的景点，然后地景什么的无所谓的话，那你可以去寻找一个午夜黑夜去拍。那如果你说我既想要天空就是干净清点，我又想地景有层次的，那你可能可以寻找一个就是月亮在半夜升起或者落下的这样一种场景，在月亮没有升起的时候，我们去拍天空，然后在月亮升起来之后，我们去把地景去拍了。总之就是我们出发之前还是要考虑一下这个月光到底会对我们的照片产生什么影响，以及你是不是想要这种影响。还有一点是安全上的因素，这点我比较想强调，就是如果我们去一些荒野野岭啊，或者说什么山上树林很密的地方，大家最好白天是提前踩开点儿，然后找到自己合适的机会后，用这个能记录轨迹的运用，比如说2路这种图软件，然后可以记录一下我们白天踩点的轨迹，这样防止我们夜晚不管是说在什么树林中，还是说在什么荒漠中啊迷失方向。除此之外，我们可能还要考虑一下，就是天气突变啊，然后道路情况啊，野生动物啊，有没有蛇，有没有熊啊这种的，然后包括你的车是不是停在安全的地方。总之，这个安全因素希望大家去重视一下，毕竟安全还是第一的，没有安全你图是拍不到的。这个右边这个是我下方是我在白天踩点的时候拍摄下来的这样一个地景。然后上面是我最终夜晚拍完星轨后的一个成片，就是我比较建议大家去这么操作，会相对是安全一点。最后就是景点选择，就是我们一张好看的星轨的话，它并不仅仅在于星空上好看的，就是我们一定要考虑我们的地景是否好看，或者说是否具有一定的地理意义。可以是山林，可以是树木，可以是建筑，可以是湖面，也可以是什么道路啊、废墟啊、石林之类的。一方面是增加层次，然后还有一方面是让我们这个观众知道这个画面中星轨它帮助我们观众建立空间感，就是因为白白的放一张星轨的话，我们可能并不知道这个星轨和地面中的这些元素中间的大小关系是什么样的。总之是让他们知道这个星轨不是个抽象现象，而是真实外景，就是我们在现场确认方向，然后这里我分享了一个自己的小技巧，就是让我们回忆我们手机指南这没什么问题。然后分享一个找北京的小技巧，就是如果我们在天空找到这个北斗七星，就是左侧的这个勺子的话，我们可以去找这个勺子最下方的这2个星星，就是或者说这个勺子这个勺冲的这个方向，然后最下方2个星星，我们把这2颗星星对着勺子的方向都微延长线的方向。基本上就是我们这个北京所在的位置，这个就是方便我们去定位北极星的一个小技巧。好，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前期当中的这个拍摄参数。光圈的话，因为我们拍的是夜空嘛，它这个不管是星星还是说夜空本身，包括地面，它的光线是非常有限的。然后更大的光圈，它意味着更大的进光量，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可以把光圈全开，但是可能有的时候你会遇到那个镜头光圈全开的时候，画质非常差，那你可以考虑收亮光圈，比如说你从 f1.4 收到这儿，来观察一下这个镜头来观察一下这个拍摄的画面它处在一个什么状态。当然，就是如果没什么大问题的话，那还是建议大家全开。其次就是快门，这个快门我给了一个30秒的原因是因为，就是很多相机它的那个不经扩展的最长快门时间是30秒。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个更长的快门，这样我们后期的时候对战的时候会更加省力，因为它张数少。
但是长快门带来的一点影响就是，长快门的话，它会淹没这个天空中比较暗、比较小的星星，因为星星是移动的。当我们这个比较暗的星星离开了这个当前采用的像素的话，那后面这个像素采用的其实就是天光。而如果我们天光采用的太久的话，那它就会一定程度上淹没这个比较暗的星星的信号。所以这个也建议大家把星轨快门时间设得太长。另一方面就是，如果我们要考虑这个延时摄影的话，那可能我们就不能用30秒，因为30秒的话，这个天空中它这个星点会出现比较容易的脱线，然后在延时摄影中，可能合成视频的话，它就不是很好看。那我们可以降到一个相对来说安全的快门，不管你用5把法则还是3法则，降到15秒、20秒之类的。总之，如果你想在拍星轨的时候，同时兼顾一下星系的星空的话，那你可以在现场的时候，尝试一下不同快门速度，然后回看一下它的这个星点有没有脱线。第三呢就是 ISO， 确定光圈和快门之后，我们这个决定照片或者说画面亮度，那就是 ISO。ISO 我是建议大家先试拍，不管你设一个什么6400还是设一个1600之类的，总之你先试着拍一个，然后去回看。但是你在回看的时候，你最好不要依赖这个显示屏或者取景器，因为在非常昏暗的环境下，它有可能这个画面是欠曝，但是因为显示屏它本身是比较亮的，所以在昏暗环境中可能根本就看不出来它欠曝了。我建议是在相机中回看的时候调出来指望图。指望图的话，它描述的是相机不同亮度像素的分布数量。就我们以底盘亮图为例，我们可以注意到它这个红、绿、蓝的峰值基本都落在了这个指望图的中间，让我们认为这个就是一个比较 OK 的画面的亮度。如果你在看指望图的时候发现这个3个峰值都压到了这个指望图的左侧，那这个时候就是欠曝。如果这个峰值是贴到这个指望图右侧的话，那就是过曝。总之，我们需要根据这个来调整一下我们的 ISO 参数。第4点就是对焦。对焦的话，在暗夜环境下，一般来说，这个相机的自动对焦，它去对星点的话是很难对好的。当然，不排除有一些相机它现在对焦系统做得比较好，但是我是建议大家去采用手动对焦方式，然后并且放大屏幕当中的画面，你去找屏幕中的星点，然后去看着这个星点来慢慢的用那个相机的对焦板，然后让这个星点尽量的锐利，尽量的小。或者我们可以找就是比较远的灯光，然后来进行对焦。总之，我们需要在这个光的画面中去找一个离得远并且比较亮的一个光点，然后来对焦。并且自动对焦还有一点事儿，就是你可能最开始自动对焦最好，但是在镜头拍摄的中途一定要关闭这个就是途中对焦这一点。就有可能你第一张是最好，但是拍着你不知道相机什么时候就抽风了，它可能就跑了，完了就导致你这个星轨中间糊了一张。所以就大家记住了，不管你最开始用的是什么方式，在镜头拍摄或者说快门线拍摄的时候，一定要把每次释放快门线自动对焦这个选项给关闭。第5点是白平衡，这个没什么特殊的，就大家就固定白平衡就行了。因为不固定白平衡的话，在夜晚的话，这个画面颜色很可能会就是一会儿绿一会儿紫一会儿黄一会儿蓝。这个固定白平衡方便我们去现场观察一个光的情况。第6就是拍摄时长。刚才我们已经提到过，就是地球的自然速度就是相当于24小时365 1小时15度。那这个星轨在我们画面中呈现的这个长度也会这样的，比如我们相机连续拍摄1个小时，那它最后如果我们最后是对着北天极拍摄的话，那我们观察到这个同心圆的星星轨迹的话，也应该是呈现15度左右的一个样子。所以一般我会建议大家去拍摄至少1到2个小时。
这样星轨会有一定的长度。我最近使用过的一个参数，或者说就是右边这张图的参数，就是30秒2.86400。为什么要2.8？因为我镜头最大只有2.8，所以只能用这样一个比较小的方式。最后我还是总结一下现场操作时候的一个原则，就是还是先确定快门多光圈，然后最后我们选择一个 ISO 来去实拍摄，根据我们这个回看后查看这个图片的明暗情况，我们再来调整我们的 ISO。你这样累计拍了多久？累计大概是2个小时，就是240到30秒这样一个情况。隔了1米，它实际点看有越长，那就是差不多2个小时。好，我们接下来进入这个后期部分。首先我们要提的第一件事就是堆栈。什么是堆栈？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把同一个机位连续拍摄出来的很多张照片，按照一定的算法来进行一个堆叠，最后把它变成一张完整的照片。因为每张照片中的这个星星的位置都是略有不同的。我们如果把画面中的亮度进行一个合成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星星的完整轨迹。关于堆栈模式，我们堆星轨叫用堆栈处理人，就相当于我们将多张照片中的亮的部分，更亮的部分合成在一个画面中。因为星星相对于这个夜空来说，它是正亮的，所以在我们最终画面呈现中，这个画面就会保留我们天空中所有的星星，然后从而形成这样一个星轨的形态。平均值堆栈的话，我一般会用在就是没有拍摄长曝光地景的时候。就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可以从星轨的这个拍摄中取比如说取10张、取16张之类的，然后我们把它用一个平均值堆栈，就是我们计算这16张照片每一个像素的平均值，然后把它们堆叠到一起。这样的话可以减轻我们画面中这个随机的噪点。所以实际我们星轨后期中，我们需要对天空进行最大值堆栈，然后对地景进行平均值堆栈。工具的话包括Photoshop， 然后这个 Secret 可能是，然后还有萝卜头之类的插件。我一般会用 PS， 就是它通用性比较高，然后并且能比较好衔接上我的后期流程。然后萝卜头的话，就是后面那个萝卜头的话，它可以进行一个位处理，就是我们可以首先对每张照片进行星点对齐的中位数处理，这样可以去除每张照片画面里的飞机线。这个是 Photoshop 的一个界面，不过一会儿我可以演示一下，就是可以粗浅看一下，在这个文件插文件这一栏展开，然后点脚本，然后再点将文件载入堆栈，然后它会产生一个这个载入图形中的窗口，然后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照片通过这个窗口进行载入，然后它就会自动把你拍了很多张的照片去导入到这个 PS 的一个工程中，然后后面我们就可以对这些照片进行一个处理。堆栈做完之后的话，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就是它堆出来之后不够丝滑，或者说断断续续的，或者说感觉这个星轨有毛刺感。这个东西我们怎么解决呢？那么我们首先来说无限星轨。无限星轨其实在 PS 也是在 PS 中有对应的模糊选项，我们可以沿着这个星星运动方向，然后来定义我们这个模糊的方向，然后这样就可以对星星进行一个平滑操作。然后其次就是对于同心圆的话，我们可以用 PS 中的旋转法，然后它是通过定义一个模糊的旋转中心，然后来对整个画面进行一个旋转方向的模糊。还有一个 PS 中的插件是风光画中的油画，这个可以把
画面变得丝滑，但是它会有点像整个画面变成流体感，就是它会仿佛整个画面中掺杂了很多细小的流动，就像是你的笔刷在我的这个颜料上划过那种痕迹。还有些新的插件是选插件，里面会有一个渐影效果，包括底下的这个 Secret 中的 Motion Effect， 其实它们两个的实现逻辑应该是近似的，就是对我们的序列中每张照片乘以一个渐变的系数，这样它让这个星轨是有一个漂亮的尾巴。然后楼头刚刚我们提到先进型基于星点对齐的中间值对战，然后这样可以消除画面中干扰的，不管是卫星啊还是说飞机啊，可以消除画面中干扰的光亮。然后我们对于这些去干扰的图片，我们再进行最大的对战，这样也可以优化画面效果。这里呈现的是 PS 中旋转模糊的一个操作界面。这个蓝色的这个圆圈是用来表示我们整个模糊的影响范围，然后中间这个点位是来确定这个模糊旋转中心的。总之，我们可以通过 PS 中的一个插件，轻松来处理这类通信星轨多丝滑的情况。在后期这边再来讲一下这个图片的风格化。首先我们这个照片会有一个影调与色调，就是一般我们在夜里拍摄的照片，它通常都是暗调，就是说它的画面大部分的像素分布集中在这个画面的比较暗的集中在这个亮度比较暗的区域。然后色调的话，这块其实涉及到就是色彩搭配上的一些知识。我不知道有多少同学听过什么青橙色调啊，然后那个糖果色调之类的这样一些风格化的内容。就是其实在这个不管是在什么照片的拍摄当中，这个风格化会影响画面的最终的一个美观程度。那我们这些星空摄影或者说星轨摄影，它也不是例外。通过我们这个右边这张图，我来简单的说明一下，比如说相对色、对比色这些概念。就是单色的话不用说，单色的话就是可能一整个画面就基本只有一种颜色，或者说一整个画面像是上了一层有色滤镜一样。就像我们带了一个黄色的，或者说一个深蓝色的一个镜片去观察世界，单色配色法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如果说相似色的话，那可能就是我们在这个右图中相邻的一些颜色，然后来作为画面中的主色调，然后来就是决定这个画面的基调。对比互补色呢，就是我们在右侧这个画面中观察到中心对称的两个颜色，比如说红色和青色呀，黄色和蓝色呀，绿色和粉色之类的。对比色的这个好处就是在它画面中会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我们通常可以说给画面中的暗部和亮部赋予这个两种不同的对比色，然后来增强这个画面的一个对比效果。还有其他的一些曲型配色、色调配色呢，这块就先不展开了。总之就是我们一定要在画面中去合理的搭配这种颜色，包括说如果这个画面的颜色太乱的话，我们应该去统一画面中的颜色，这样才能让我们的画面变得更加的和谐。在这个画面颜色的操作方式上，这边我给出几个方法，就是大家可以观察到这个右侧上方的图的颜色是相对来说比较杂乱的，或者说没有一个很好的色彩方向。然后下面的话是进行一个色彩统一后的图。这块统一颜色工具，我们可以使用现在中的色相饱和度图层，它里面有一个着色。就是相当于是我们给画面进行一个染色，并且摒弃其他不需要的颜色。还有一种就是Nik插件中的色彩化，这部分一会儿我可以详细的说明一下通过工程。然后就是色调分离，就是我们可以
不只给整个画面颜色，我们只需选择画面中的，比如说暗部啊，或者说选择亮部啊，然后我们去不同的颜色。比如像这张图，左边是我最终出版的一张图，右边是这张图大概比较原始的样子。首先整个画面它这个大部分的这个像素都是集中在比较暗的一个区域，暗调，然后包括整个画面的对比之后，色彩比较统一的。整个画面的这个色彩采用是一个蓝色调，或者说略微偏青的一个低饱和蓝色调。然后在这个星轨的亮度，然后以及这个山体的亮度，或者说车灯这块，它有一个低饱和的橙色。那其实它就是这个运用了我们刚才所说的这样一个对比色的一个配色法。包括还有一些风化的处理方式，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高光晕开的话，它可以营造出一种就是仿佛处在水雾中的这样一种情况。然后还有就是暗角这个怎么说啊？一个非常用烂的技巧，但是它确实好用，就是它可以让你的视觉中心更加聚焦于画面中心的物体，它可以让你的视觉重点更加聚焦于这个画面中心的位置。然后最后就是极限调整，当然这个是可有可无的，这个是基于你想拍摄的时候，你拍摄的时候想采用的这个方式。好，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彩色星轨，就是讲完了我们前面的前期和后期的一些就是比较基础的步骤，我们来提一下这个彩色星轨时候拍法。首先就是为什么会有彩色星轨这种东西呢？那其实就是因为星星它本身是具有颜色的，就是它的颜色大概是跟恒星它本身的温度是有关的，温度越低，它那个恒星会呈现红橙色，然后温度越高的话，它的恒星会呈现出蓝色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样的话，我们平常一开始拍摄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可能没有拍出来呢？那很有可能是你的拍摄的时候你的星点过曝，就是如果你的星点过曝的话，那你的星点就会丢失它本身的颜色，所以可能我们即使把这个高光拉下来，或者把高光降下来，它的星点也是白色的。这样就是可能没有办法拍出全星轨。不是全星轨，彩色星轨，不好意思。然后，那我们如何避免过曝？那就是前期我们确定快门和光圈的时候，确定快门和光圈之后，我们在检查 ISO 的时候，不要采用太高的 ISO， 就是我们可以让画面稍微欠曝一些，但是这个时候画面欠曝带来的是星点，它不会过曝。比如说我们这个右图下方，我用参数是30秒 f2.2 ISO 1600。后期的话，我们一般来说只提升饱和度的话，它确实能拉出来这个星点的颜色，但是一般不会很好看，所以我们可能需要通过 HI 彩描啊、色彩平衡之类的，然后来对后面进行一个调整。这样我们讲一下全景星轨，就是传统的方法，我们可能全景碟片都会想到我们用一台，不管是一台还是几台相机，对着不同的方向去，对着这边对着左边拍一张，这边拍一张，然后再对着右边拍一张，然后最后把这个图合成到一起。但是如果在这个星轨的拍摄中，我们就同时需要几台设备去对天区来。不同的天区来进行拍摄。如果我们在同一时间拍摄的话，那我们后期在合成的时候，这个星轨就会断掉。但是同时拍摄的话，又会给我们带来一个这个比较大的器材上开销。然后，由于这个近年来一些厂商推出来一些全景语言的圆周语言镜头，然后这样我们可以方便的去通过一台相机，就和整个天空的这个。运动的整个天空这个形成的运动痕迹，然后我们所需要操作的就是我们在后期的时候去用接片软件，然后我们把这个天空，我们把这种圆形的肉状的这种天空，然后把它往下蹬，还是往下拉，总
总之我们需要把它这条边界瞪平，然后它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然后包括下面上一张是跟我们刚才上张演示的那张的操作是一样的，把地平线给瞪平，然后这样星轨就会呈现出上面这种图片的状态。然后如果我们是用那种全景相机取代投影，然后拍出小地球的那种效果的话，那我们拍出来的星轨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好像因为我们传统。总之，我们通过这个交换人不同的这个投影模式的改变的话，我们可以去影响最终画面的这样星轨这样一个形态。最后我们来提一下手机星轨，就是它其实拍摄逻辑跟我们的这个相机的拍摄逻辑是一样的。我们需要打开这个手机的专业模式，或者说手机的RAW模式，然后去里面找这个间隔拍摄模式。一般手机 OPPO、vivo、荣耀、小米之类的里面会提供这样的一个间隔拍摄功能。它会允许设定拍摄数量，然后以及间隔时间之类的参数。如果说你的手机是没有这个间隔拍摄或者说自动拍摄的这种功能的话，你可以去下载一个软件叫 AutoClicker， 就是它会模拟你在手机上点击动作，就相当于是你不用人对着手机，然后按，它这个机器会自动帮你去就模拟你这个屏幕中的点击动作。我们通过这样一个软件，点点器之类的，然后我们可以就是像普通的一个相机页面进行拍摄。然后 iOS 的话，可能需要找一些第三方相机的。然后我在 B 站上搜寻这个相关教程的时候，发现比如说极影相机，这个它就是可以实现间隔拍摄这样一个功能。总之，大家如果对自己的手机这方面的功能有一定的疑问的话，可以进入我是感觉 B 站上那个教程会比较多一点，小红书上我搜到的其实不算太多。对，就是大家可以去官网上搜索一下各个手机的这样一些教程。还有一种就是，如果你只是想指出一张我们的这个星轨照片的话，那我们可以去这个手机的强曝光模式，去里面找一找这个光绘相关的模式，然后我们用这个模式来进行拍摄。因为光绘的本质也是对我们的图片中的亮度进行一个合成，它跟我们在这个后期操作时候的逻辑本质上是类似的。其他的就是有些相机它可能也会有机内摄像头这样的功能，然后也会方便去指出JPG 啊，或者说RAW 啊。比如我们知道的，包括松下和奥之星的机子，它里面是有这种这样子对战的这种模式。我看这个时间也不长，先来 PV 完了，如果再有空的话，我可以演示一下公众文件。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最左边。那边。行，最左边。要不要？来，李慧。我的问题是，就是你刚才一直讲的是堆栈嘛，我也知道，就是很多这种拍星轨的做法都是堆栈，那为什么如果说直接用快门线把它开个1个小时，然后我加一个ND镜，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我觉得这么做是怎么说啊？我觉得原理上没有问题，但是你得保证你那1个小时没有任何的干扰，以及不出任何的错，否则1个小时就全毁。就是只是出于这样一个只是保证安全。对。如果说你一下子坏了，就1个小时就没了。对。中间有修正这种。对，只是出于这种。对啊，就是当然可以，就是我们进行一个1个小时超光拍摄。但是在这之前，我们比如说我们需要去换算一下这个光源应该用光源ISO需要用什么样的参数，就这个需要大家计算一下。我觉得这个方式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它可能现实生活中就容易出问题。好，那你比如说你30秒曝光也好，还是什么样也好，除非在这种极暗的环境下，可能不存在比如30秒会让画面过亮的情况，但在一些没有这样的地方也要考虑加ND镜这种操作。在一些什么地方没有？就是光线不是很理想，没有那么暗的情况。
我个人实践下来，可能大部分情况是不用加密。我最差的一种拍摄的环境的话，就是比如说我在这个深圳音乐厅，深圳音乐厅前面，它那个2个玻璃房那个大灯在那拍，然后我当时用的参数是30、2.8 ISO50，就是大部分情况下是不需要加密镜的。好，谢谢。这个。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您有没有使用过胶片相机进行这个新闻拍摄？然后有什么需要更加注意的点，以及技巧上会有哪些变化？谢谢。胶片这点，这种东西我是没有使用过。然后你想拍的是星轨还是说银河之类的？星轨，那我觉得可能你需要考虑的是胶片在这个暗夜环境下，它可能感光，我接触到的情况就是它的感光好像一般不会很好，因为在拍星野的时候，通常也需要很长时间的曝光。我觉得这个你需要搜寻一些胶片的资料去看一看，这个星星怎么说呢？这个暗星是否能足以在这个画面中呈现出一个比较合理的亮度？它可能会模糊亮。我主要是在这方面有考虑。然后其次就是，因为这个感光它可能不是很强啊，你把曝光时间拉长的话，它的星星可能也会变少。这方面可能是需要考虑一下。哪个？老师想问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就是在深圳的话，适合在户外的话，适合在哪儿去拍星轨？然后那个季节的话是夏天、冬天更合适吗？首先我来说地点，我个人还是建议去这个光源比较小的地方。然后深圳附近光源比较小的地方，那这个首先就是我们这个新发业社区西生那边，就是或者说郊区的地方吧，它的这个光源会少一点，然后星星会多一点，拍出来的这个画面中的星星会多一点，最后我就觉得画面好看一点吧。然后其次就是你说的季节这方面，因为我也不是深圳人，但是凭借我这个几年来待在这边的话，我感觉夏天它的这个空气质量会好一点啊。然后至于说其他因素的话，季节其实对星轨的影响不是很大，对，它基本上是什么季节都可以拍，不像这个银河的话，可能有夏天和冬天，但是星轨的话是什么季节，天气不错的话可以去拍。老师你好，我看到有前面说有全景，想拍全景也地方是要用台的，后面也说这个可以用那种圆柱眼，然后也说那个好像是传统方法更像是这样的一个云台，然后现在可以考虑用这个圆柱眼。如果用圆周眼的话，那其实你需要完成的就是对天顶的拍摄，然后对天顶拍完之后，你再去边上补一圈地景。这样操作就可以。你边上补地景的话，如果你拿那个圆周眼的话，它其实视角多宽广，然后你可能不用那种就是很好的云台，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然后我还想问一下的是，像用云台的话，它不是想切换不同的角度，这样其实意味着是不同的时间下去拍的。这个因为我并没有用过，所以想问一下这个。你说的是用圆周语言还是不用圆周语言？不用圆周语言。不用圆周语言的话，那你就需要有好几台相机，对着天空不同区域去同时进行拍摄，然后你再换一个合成。否则的话，你天空的星星在动，拍这个区域的话，你再去比如说拍旁边一个区域，它那个星星跑掉，你拍那个星轨都接不上。好，谢谢。后面。好，老师你好，我只是一个就是想问一下，不知道老师有没有拍过这个极光啊？我没有拍过极光。我当然我只是拓展联想到这个天上的一些这种现象。可能我之前也看过一些展嘛，也有一些摄影师就是拍这种星空，然后也有拍极光的，我就在联想到这个两个是不是也是比较类似，可能就是拍摄的这个一些方法这个技巧的话。极光的话，这个也是凭借我个人的知识，它可能
那极光我拍过极光，我们太空学会里面每年都会出去拍极光的时候。极光我觉得比轻轨还更简单一点。你只要控制好亮度，然后也一样要用三脚架。掌握好曝光时间，一般不要太长，太长它极光在天上动的那个，你要看一下现场的速度。太长的话，就像把那个拉丝拉长了就没有曲线感。对。它没有太多的技巧性，就像刚才那个裴老师说的那个，你只要先把对焦对好，对到无穷远，开门 ISO 调好，然后先试几张，感觉这个曝光控制的整体比较合理，你就下来三脚架上去用监控拍摄拍就可以了。明白，好的，因为毕竟我们中国嘛，我们看极光的这个条件也是没有这个条件的嘛，我也只是可能之前看过有一些星空展，就拍天空的，就也是联想到了这一点，也非常谢谢你们，谢谢。国内拍极光是去北边一点，像墨尔本拍到那种偏粉色的，它因为有吗？对，纬度不够，但是看不到的。你如果想拍那种绿色的极光，基本上要去北欧或者是阿拉斯加和靠北那种，对，要跑到北纬靠近北极圈附近啊。之前可能我关注一个新西兰那边的一个摄影师，他们在那边也有一些这种。新西兰那个叫南极光嘛，新西兰的南岛和那个澳大利亚的什么卡岛、卡夫卡尼亚，有的时候能拍到，但是概率比就是去北极圈附近那几个地方，像什么费尔班克斯啊，或者是这个黄冈那些，还有冰岛，比这个概率要低很多啊。南极光不太好拍啊。谢谢，非常谢谢，非常谢谢，非常谢谢。老师好，那个堆栈的时候，那个滤波的话，看有最大值、平均值，还有那个中位数。最大值堆栈的话，就在高 ISO 的时候，会不会因为噪点的原因，会产生更多的把噪点留下来，就产生一些伪的那个像是星星的东西？它其实最后你堆栈出来的效果会像那个画面整体的体量一样。对，它整个就全亮了。对。然后，所以我个人还是建议，你要不然用什么中位数方法去预处理一下你每个要盘，要不然你就中间去加模之类的。否则它如果你去直接就拿一个只堆上这堆栈，然后同时我又想拉伸这个星点，就是星星更多的星轨，就比如说我拉一下纹理，拉一下锐化之类的，那样直接拉效果不是很好，最好还是模糊一下。就说就是做2次堆栈，先这个中位数把噪点成分先搞掉一些，然后再做最大值或者是平均数。对。OK， 好，谢谢。我想问一下，就是当你拍的那个同心圆大概是需要多长的时间？同心圆那个是拍了2个小时多。好，谢谢。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刚您在说您在那个音乐厅那边拍的，我不知道您当时，因为深圳的城市里面光污染是很严重的，不知道您当时调的参数，或者是说就是拍出来呈现的效果，需要后期再处理成什么样的？其实那个效果不是很好，就是星点会很少在那种你直冲的那种城市光源的情况下。当时就是用了30、2.8，然后ISO 50，但是实际上最终出图的效果星星非常少。我不确定是当时的云太多，还是说这个就是完全是光染多。我还有一次在北京5门那边拍星轨，也是30、2.8、50，然后但是那个星星没有多的图，所以总之这个现场试一下这个参数，就是也不要太亮。对。谢谢。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如果说我们要拍银河的话，是要1到2个小时吗？还是说其实长光活动？就是正常说那种冬夏季银河是吧？就是冬季银河、夏季银河之类的。那个你可能很快，你比如说
如果你只是拍照的话，可能我曝光一个15秒，我把公园开上来，小打起来，然后我就拍到了。但如果说你想有一个相对来说更准定一点的画面的话，那你可能需要累积，不管说你对战，或者说你直接尝试到一场报，你可能累积需要有一个1到2分钟之类的曝光，然后你才能得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纯净的画面。老师你好，简洁问答。这个刚同心圆，因为它的地球自转是1小时15度，那这个一个圆的话，或者叫半圆形的，还是要45应该3、4个小时以上吧？半圆，你是说轨迹在成那个半圆的形态？那15度1个小时嘛？对啊，一个圆或者一个半圆的话，一个轨迹呢？不是你不可能拍到一个完整的圆或者一个半圆，因为天会亮。就是你最后拍一个晚上，你可能也就是最多也就12个小时，就这样一个情况。最多就是拍到一半小时，除非说你去那种很靠极点的地方，你有很长的夜晚，或很长的这个极昼极夜，就这种感觉才能拍出来这种特别长。所以一般很多时候，比如说你拍的星轨，如果时间多久的话。这个偷偷懒的后期你可能不厉害，它就会显得长一点，这样一个情况。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因为大家毕竟都是天文爱好者嘛，然后在城市里面有没有一个假想，就是用风光的一个渐变滤镜来拍一个城市夜景，然后再加上这个星轨的一个方法？有人是这么拍过的，没有问题，但是可能你甚至都不需要用渐变滤镜。就是你可能只需要对天空和地景做高位曝光就可以。就比如说我们在拍天空的时候，我用比如说30秒这种参数，它地景够高，那你可以通过后面单独对地景做一个高位曝光，比如说我可以降到5秒，或者甚至说2秒，我们来对地景做一个拍摄，后期的时候再做曝光合成。这样的话就可以同时保持你天空有充足曝光，同时地景它也不是过曝的。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只对天空拍的话，它地面的那些灯光再亮的话，它不是会影响它一个长曝的效果？这个它是跟滤镜没有关系的，就是因为它本质是说我的光已经扩散到天空了，不是说我加一个滤镜就能把这个光给抵消掉的。就是相当于它是本来比如说星星有一个信号。然后它这个地面光就相当于说把这个非常暗的信号全给截断了，就是它是这样的一个影响，而不是说我这个降一曝光或者说加滤镜、加这种渐变滤镜就能解决到问题。好的，谢谢。老师你好，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后期的处理方法，基本上都是在电脑上面进行的，有没有就是可以用手机比较快速方便的来处理呢？手机的话，这个可能首先你前期需要拍的时候，前期拍摄的时候，你可能就需要拍一个这个怎么说，单张直出的星轨吧，可能是。然后手机上的话。这个我也不是太了解，可能你可以借助相册或者说醒图啊、美图秀秀之类的软件，然后来对画面进行一些调整。但是它由于这个照片它本身会就是 JPEG 是会压缩，然后并且你拿这种设备直出的星轨，一般它不会很亮，所以你在比如体验啊或者说做调色的时候，它很有可能出现断层，这个可能是需要考虑到的事情。老师你好，刚提到就是彩色星轨是需要在保证进行不过曝的情况下的，然后我想问一下是，您刚提到有 ISO 1600的这个参数，然后因为我之前也有去过二级区，像内蒙、辽西北这些地方的 ISO 参数跟广东地区的参数是不一样的，就我想了解一下，如果我们在二级区跟在广东的参数 ISO 建议是在分别是多少？其实我刚才那张彩色星轨是在广东清远阳山县拍，那个地方大概是3级污染，3级光污染，然后当时参数就是
30、2.2 ISO 1000多。然后我之前在这个俄不良2级区拍摄到的星轨也基本上是30秒 f2.8 1000多，就是这样一个参数。还有它不会完全欠错是吗？就总之，你画面中重要的信息，画面中重要的信息其实是星轨颜色，而不是说背景。就是你在，而且其实就是你在拍情景之后，由于你被所模糊，所以画面中它的噪点就被模糊干掉了。然后你可能需要做的就是在拍完天空之后，你对你想要的地景做一些不欠曝的拍摄。对，这样地景报道它有质量。然后我还想问一下，就是你之前有试过，就是在拍延迟的视频图片当中，然后再做一个星轨的处理吗？就是我曝光单张不是在30秒，可能是在保证这个星点是清晰的情况下，然后再做这个星轨的处理。然后我想问的是，这个后期应该要怎么处理，能够更丝滑？你是对着云星拍，还是说主体是云星，还是说星轨？主体是延迟，然后是星点，星点所有图片都是清晰的。就只是星点上没有云图。对，没错。那这个，你之前用的是什么操作呢？就比如说正常拖印，还是说就是你有试过吗？参数是吗？不是参数，就是后期的时候用的工具。PS 基本上是 PS。视频也是 PS， 就是视频是另外的。OK。我还在处理这个新闻。那这个其实我的建议是先用萝卜头去跑一下这个平均值对战，就是基于星点对齐平均值对战，这样它可以消除画面中的很多一些随机噪点。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对战后的这个图片，然后不管来说做星轨还是直接做普通的延时也好，它会得到一个相对来说丝滑一点的效果。可以考虑去了解一下萝卜头这个对战软件。谢谢老师。老师，我是特新手，没拍过，所以刚看您介绍对战的时候，我理解是咱在一个持续的时间段内连续拍多张，然后把多个图叠在一块，然后形成最终的一个星轨图，这我理解对吗？对的，对的。那咱们在选图方面是要选够多少张图才能构成这个最后的后期处理成一个星轨图？这个就是我们看我们的总曝光时长，就是我们把单张的曝光时长乘上我们的张数，就可以得到一个总计的曝光时长。然后我们可以根据总曝光时长，然后来考虑我们到底要拍多少张。比如说，我建议就是总曝光时长1到2个小时。如果我们单张是30秒的话，那我们就需要120张到240张左右这样一个情况。OK， 好的，谢谢。老师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就是用定焦镜头去拍这个星轨的效果，会不会更明显一点？我个人考虑到就是定焦，你如果拥有一个比较大的光圈的话，那它自然这个进光量会就是干预显影进光量会比较多，它相对于更小的这些镜头，它应该会有比较好的画面。那它的虚幻效果会不会影响到整个方面的过程？虚化的话，如果你说你拍星星的时候，需要对显影进行一个单独拍摄或者包围对焦，或者就是你把光圈就如果显影离你不是特别近，你可以把光圈稍微收一点，然后让它的景深没有那么浅。然后如果你觉得它是一个你能接受清晰度的话，你也可以直接用拍图没有问题。好的，谢谢。老师，我想问一下，因为之前的时候你介绍同心圆和可以拍那种类似直线的星轨的时候，视角是北边和东边和西边。那假如说是把摄像头对着南边进行拍摄，会拍出来什么样子呢？我给你往前调一下。
就是南边可能需要稍微想象一下，就是因为我们的北天极是在地平面上的，然后之后北天极和南天极连线于地轴，然后地轴是穿过我们地球球心的，相当于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它到这个。就是相当于这个南天极的这个旋转中心是藏在地平面下面，然后地平面上面呢，它可能剩的就是这样一串的弧线，就像这边一样，可以发现它也是这样的一个弧线，然后但是我们看不到它的这个旋转中心，因为它旋转中心在地平面之下，这样的情况。老师，如果说是在南半球的话，是不是就需要面对南边进行拍摄？对的。如果在南半球的话，就相当于是南天极在屏幕中，对，旋转中心在屏幕中，所以也需要对南边拍摄。谢谢老师。前面这里有。老师你好，首先我是个新手，没有拍过，但是我对我的爱好比较很爱好。然后他们讲的所有的这个关于新手的问题，然后我想到我很喜欢去徒步爬山嘛。我们当时一次爬夜景，想到如果晚上你在山顶上拍星星，或者是在广阔的地方拍星的时候，可能也会有雾气这种东西。在我们不足里拍也会因为镜头被雾气感染，如果说我用相机这种专业设备拍，如果镜头被就是雾气蒙住了，可能会有影响它那个视觉的那个表现感，那要怎么解决？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一个镜头储物袋，就是它是一个环形状的一个加热的一个调弹，然后让你可以把它缠在这个镜头的这个镜头身体上，然后它会给镜头做一个加温，这样它的水汽就不容易凝结在我们这个镜头的表面上。我可以理解成是像大疆手持相机的那个广角的海底。它是缠在镜头上，而不是挡在镜头前面，这样。就是它也不会对拍摄有其他的影响。对，不会对拍摄有其他影响。但是你这个时候也需要考虑一下，就是它可能是没有严重到就是比如说在湘江截路，但是有可能你整个这个环境都会起雾，那这个就是不让，因为你根本看不到星星，就不是你相机看到，是你人也看不到。然后我还想再了解一下，就是您当时第一次拍星流的时候，就是你有遇到什么问题？我想能不能做个分享？你遇到的问题，然后能不能做解？那我其实遇到问题主要就是那个后期的时候发现那个最大值追战之后，它的地景被我们同行人员的这个火灯给打亮了。然后那么这个方法就是我在最大值追战里面，我把天空单独抠出来，只对天空做最大值追战，然后这样它就同时把那个被影响到的那几张红色的照片的边缘去抠一抠，就不让那个红色影响到天空。总之做这样的一个处理方法，就是第一次拍的时候遇到一些问题。所以我可以理解成就是我拍摄的时候你的角度和所有的方法很重要，然后我后期我 P 图的功力也是很重要的地方。就怎么说？如果你能在前期避免这些问题，那当然好。但是因为你不一定是一个人去拍镜，其他人可能难免会对你的画面产生一些干扰，或者说天空中比如说天空中有飞机啊，或者说你这个可能在道路旁边有车灯在晃来晃去，这样一些情况，这个是你前期很难去避免的。所以你要不然你就去什么荒人烟的地方，一个人去拍摄，没有人打扰，然后你很棒的环境，要不然你可能就需要后期去学一些技巧，然后这样来就是补充一下你这个前期上遇到一些这个短处吧。老师，我家里有一台这个
佳明摄像机那个，然后还有一台铁眼望远镜。那我是想，如果是想启动自己去拍片的话，有没有什么机会，或者是你们后期有什么活动，是不是可以参加一起拍摄？一起自己参加这个兴趣。后期的话，这个新闻协会。对，有活动，可以刷。我们目前计划是大概6月6号会有在西通那边有线下的拍摄活动。你们如果有兴趣，可以加微信群，或者是关注深圳市天文学会公众号，还有西通国建社区公众号和小红书，我们都会在上面发活动通知。可能微信群里我们会发的最快一点。线下会搞一些实际的拍摄活动。前期我们最近先是搞几场讲座，然后也会办一些线下的实际拍摄的这个体验活动。好，谢谢。老师你好，我有一个问题是那个全画幅，特别是要好过那个M43这样系统。那我刚才您有提到过，像是2084跟松下，可能有相对应的一些配置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星轨的话，是只要我们看到肉眼看到星星，就相当于我可以在这个环境下拍，就算它的这个光污染是5级一样的。首先你提到这个画幅问题，就是我是想说，不管你什么样的相机的话，这个拍星轨基本上不会是一个没法拍的这样一个短板。然后，但是可能有些相机它内部有一些自然摄影功能，然后可以方便我们去使用。然后最后面就是你说，如果能看到星星的话，那就能拍。那其实可以这么说，但是就是如果你肉眼看到星星的话，那如果有其他地方，比如说没有跟直射你的位置，然后你不会有比如说镜头眩光，或者说不会有什么人走来走去去遮挡你镜头，那确实在你这样的地方是这样的，只要你能看到。但这样情况是不是会跟那个地面的灯光会更亮一些？这样需要调整 ISO 到更低的一个情况。我建议是你拍天空的时候，你就专注于拍天空，然后如果拍地景的时候，你觉得就如果你拍天空的时候发现这个地景有什么问题，然后你可以后面去补拍，然后做一些弥补。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Lightroom 是比较可以做这个对战的，但是多少是不会太多在这方面。Lightroom 据我所知是不能做这个对战。好的，谢谢。没有。想问一下老师有没有拍摄这种流星雨的经验？因为像深圳这地方是12月会有这种双子座流星，然后想问一下您相关的一个经验。流星雨的话，一般我们会选择8月份有一个流星座，然后12月份有一个双子座，就是大部分人会选择这2个流星雨的时候去拍一些照片。然后像拍摄流星雨这样的一个，可能需要去做一些准备。倒是拍照片是很明显的。就照片。照片的话，还是说你的相机需要有这个连续拍摄功能，就是而且你的相机需要对着天区一直拍，去等那个流星去划过这个相机的曲面的这个范围内。然后流星雨的话，你需要用短快门高 ISO， 因为流星雨它就是实际划天空的时候，是很短的一瞬间。如果你用这个长快门的话，它一样有可能淹没在这个天空，就是淹没在这个夜空本来的这个光线中。谢谢老师。老师你好，我可以简单问题，这个拍星轨的时候与纬度位置有没有关系？因为假如我在赤道上或者在北极圈去拍的，你是说星轨对吧？星轨跟纬度是有关系的，就是我们在北半球的话，北极星跟地面成的夹角，实际上就是我们所在的纬度。就是比如说我在北纬30度，然后我朝天上这个正北，然后30度角高度去看，然后就能看到北极星。如果是在赤道的话，那可能就是它这个天气就正好在经线上，所以你拍到那种通讯。